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维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台北市议员徐宏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先跟您拜个早年，明天就开始是我们的新春年假了。不过国际的局势都要关心，请大家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今天最新的讯息，我们应该要关心的是这一个，川普在4月会访问中国大陆，几乎是抵定了。可是会不会有一个先遣的部队啊？贝森特会先见何立峰吗？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还有商务部都有回应啊。林健是这样讲，他说这个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会保持沟通。何亚东他是中国大陆商务部的发言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一样在各个层级保持密切的沟通。外界都在看这个4月份的高峰会会谈什么，方向又是往哪边走。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呢，在川习会登场之前，这个美国松绑了稀土的管制，说是为这件事情来铺路。路透社就这么报道了，他说美国其实还暂停了多项对中国大陆的科技管制。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与此同时，这个竞争还是存在对于中国产电池的材料石墨也一样美国决定也确定了要对中国加征相关的关税最快下个月就会征收反倾销税还有反补贴税。美国的一些制造商，像是这个 Novonix， 准备开始生产高性能的合成石墨这个战场是一个又一个。包括你也可以看到呢，中国商务部的副部长他去见了美国的这一些企业那他也说我们会扩大，我们会开放市场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贸易战从过去到现在1年了就川普上台之后打得如何了呢全世界都受到影响，尤其是中美2大国。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是怎么讲，他说他们跑去中国大陆观察，他认为中国工厂港口还是灯火通明，他认为其实并没有拖垮中国大陆这个在个制造业或方方面面的脚步没有受到川普关税阴影的削弱那他们也去看了一些工厂嘛，而且像是东莞这些工厂这些制造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有一半还是销往美国。那所以川普口中不断的说我的关税战好棒棒，我收了好多的关税，是真的吗？对美国人来说有帮助吗？我们看到纽约联准银行研究就打脸了川普，他说其实90%是由美国人负担的，包括哪一些人呢？像是进口的这些商家美国的企业，还有消费者身上。所以前一阵子大家如果你有去美国的话，你有朋友住美国的话，你会知道他们在超市买的东西都变贵了，也通膨了。而像是我们看到包括中国大陆也拍板对欧盟的乳制品征收最高11.7%的反补贴税所以这个税率大战其实全世界都在打那中欧关系缓和，税率大减。所以看到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竞争或者是合作的方面每一个人手上都有武器每一个人也可以某种程度的发动攻击。像是法国他们有一份战略报告，这是由法国政府发布的，他说欧盟你应该考虑对中国大陆的商品征收30%的全面关税，理由是他们认为中国大陆制造的进口到他们本土的这些到欧洲的这些商品太便宜了那他们自己本土的这些商品就没有竞争力了嘛。所以像是中国大陆会不会，如果真的这么做，中国大陆会不会有因应的措施像是这个玉渊谈天，它是央视旗下的媒体账号，就说那中国也可以来对法国的葡萄酒发动调查呀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是这个反倾销反补贴法国的葡萄酒在中国大陆市场很卖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这个攻跟守攻防之间的战争，在每一个国家在贸易上面都是时时刻刻在进行的。像是欧盟豁免了福斯中国制造的 SUV 的关税，那中国商务部就说期待更多的中企达成协议。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个例子，因为欧盟现在蛮焦虑的欧洲很焦虑那他们还担心什么？他们的工业落后中美2大强国不断的在发展，所以呢这个推出系列的保护法案，可是
有一些国家其实也担心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啊，可能会让他们的国家或者他们的企业啊，这个获取世界领先技术啊，让投资远离欧盟，所以各种的政策都有利跟弊。像是爱沙尼亚、芬兰这6个国家，他们就联名写了一封信警告说，你如果只优先考虑欧洲商品的这个还有服务可能会让之前简化流程的努力付诸东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欧洲为什么焦虑这些大国的制造业啊，明显的落后了所以经济也都拉警报了。像是这些大国，德国的制造业熄火，英国陷入富裕病，法国跟意大利是债台高筑这个也是欧洲现在要面临的挑战。来，请教老师。先看一下川普一直想去中国大陆访问，他上任的100日，他说我希望100天内能够到中国大陆访问，结果没有成功嘛。后来他就希望说能够在这个93之前能够到大陆去访问，也没有成功，因为那个时候欧战纪念日普丁他邀请了习近平去访问，所以对川普来说，他希望3大巨头能够见面，但是见不了面。现在他眼看的就是英国的首相去了，加拿大的卡尼也去了，甚至连西班牙的首相已经去了好几次，然后他连国王都去了，法国总统去了多少次？结果川普现在变成排在后端，所以对于川普来讲，其实是有点着急，因为如果他再不用大国引领的方法把这个大方向搞定的话，我觉得中美的关系事实上变化还很大，因为很明显的现在都是属于部长级的或是这个部门级的直接的对垒，那这个对战。其实川普的战到现在，他在关税方面他毫无胜算，贸易方面他也没有任何胜算，所以他很早的时候就跟中国大陆就进行了外交休兵。他在跟大陆外交休兵的时候，他就开始赶紧的跟这个，例如说包括台湾包括韩国、日本、包括欧盟签订双边的这个协议。那现在最高法院在等判决嘛？如果最高法院其实最高法院现在也很纠结。因为如果他判决这个川普败诉，接着就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你收的关税要不要退还？所以这个问题很大。现在他们的国内有多少100家企业现在都要求那个关税要退还给他们。所以对川普来讲，内外真的是有点交困那现在他很高调的希望去，可是你还是会发现，大陆从一开头到现在，就是都很平淡的。刚开始川普刚上任说他去大陆访问。大陆很平淡的，就是说这个维持关系但是也没有邀请。现在他又说要去访问，大陆还是很平淡的，说维持关系，保持沟通。那到底能够怎么谈？因为对大陆来讲，他已经很看得清楚，就是说，在川普的眼中，好朋友是很廉价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他的好朋友，所以这种很廉价的好朋友，那就绝对不会是朋友。而且川普的做法，美国的做法都是把中国当作对手的方式来做，那当然你做的是对手，你讲的是好朋友，而这个好朋友是如此的廉价，所以我觉得两国的领导人还有得斗了我觉得那有关于您讲的合成石墨，那要考验美国的厂商买不买单嘛，因为这个是最简单的道理。即使你对大陆出口的石墨你增加关税，可是你还是要看美国的厂商用了你的合成石墨，它的效果好不好，性能好不好。如果性能不好，效果不好，它贵它也要买嘛。所以贵也要买的话，那你想想看，成本又是负担在美国的上面，那美国的企业它本身的成本就一直升高，它的竞争力当然就会往下走，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可是问题就在于川普我觉得真的是他的幕僚长对他太了解了。他说川普这个人有酒鬼性格，也就当他迷恋酒精，他就会一直迷恋下去。还好川普说我不碰酒精，可是川普迷恋关税，那就跟迷恋酒鬼迷恋酒精是一样的道理。他迷恋关税的时候，你看他动不动就是关税，到今天为止还在关税，这个就是代表什么？他有酒鬼的性格，而关税就是他的酒鬼性格，他迷恋到今天。那问题就在于，其实已经都证明了没有效，可他还是要走这个是很可悲的事。欧洲不检讨自己，坦白说，欧洲人生活讲究品质，讲究优雅，讲究舒适的
很慢节奏的生活，所以他们的工作时间不能太长，你不能工作8个小时、9个小时，太长了，要7小时。你工作不能5天，最好是4天。你1年12个月，你要有1个月以上的休假，而且还要拆成暑假大休一次，寒假大休一次。美国人都没这样做啊，美国人都说：“哎呦，我怎么可能一年休假1个多月啊？”但是欧洲人，那你想，当你休假那么多，然后你的工时那么短，然后你又要保持优雅，你又要享受，时间到了又要去喝杯咖啡，然后时间到了又要去吃个下午茶再来工作，你很优雅没有错啊，但是你的产品就没有竞争力嘛，成本太高了。你没有竞争力的时候，你现在开始讲说，因为刚刚您提到的那个是只属于总理府的智库，他的建议是我们输了，所以我们加关税。可是财政部部长马上反对，他说你一加关税，大陆不会对你加，一加我们法国就完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同一个政府，但是完全不同的立场，想法都不太一样了。来，洪庭，我觉得现在是时候重新再检视一下，就是川普了。坦白讲，我对今年的预测不是非常的乐观。最大的原因在于，就是说，你看川普在过去他开了这么多个战场，可他到底哪一个战场加到分了？所以《经济学人》最近新的一篇文章，他写到，他说2026年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其实他们对美债还是有一个很大的疑虑的。第一个是美债，再来就是川普的委内瑞拉看起来很帅，但是现在呢，他在石油上的赌注，石油公司真的去了吗？没有。那关税的部分，刚刚大家讲了很多，但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通膨开始发生了。美国动用循环利率的人变多了，美国现在游民也变多了，领食物券的人更多，所以它有它本土的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再来包括伊朗的这个状况，现在目前还停滞不前。那大家都很担心，就是说川普你下一步到底要做些什么？可是你从我刚讲的这几件事情里面，我们大家倒着看，他做的事情几乎没有加分。然后呢，他又特别的崇尚他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谈判的能力，所以你看他跟普丁见了面，但是什么也没有结论，俄乌战争也没有停下来。所以我觉得第一，川普访中的这个部分，我想贝森特跟何立峰那他们见面，就像当年去年他们在吉隆坡见面一样，大概会把彼此之间的架构都先列出来。可是我认为中国大陆目前采取的策略很简单，就是我继续拖着川普。那反正我不会给你很大的实质承诺，我现在跟你做互动，最大的原因是希望我能够争取更多的转换空间，然后顺便去看你的关税战跟你的期中选举，你到底撑不撑得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整个美国的系统就完全崇尚川普自己一个人的谈判了，所以你看他就算跟普丁见了面，那最后面还是搞不定，所以事情就会一路再拖下去。那这也会造成一个风险，就是我比较担心，唯一的风险是。川普如果想借由访中拿到胜利，那他想拿到什么？他想要从哪个地方拿到？他要拿到的是，中国大陆对美国采购更多东西吗？那如果这样没有办法成功的话，那会不会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希望在访中的过程当中，希望去试图建立起他的更大的就是权威，就像 G7 他在大放厥词这个样子，那问题就会，那政治风险跟经济风险就会变得比较大一点。所以总而言之，回过头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最近加拿大、欧洲这些国家开始慢慢的觉得，就是说，虽然我跟美国可能是价值相同。可是他现在对我们的态度，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跟他进行下去，因为你不崇尚全球化，你也不崇尚效率，然后呢，你现在要对付中国，不是1对1跟中国打，是你用吸星大法，先吸我的关税，先吸我的实力，然后再来跟我打。那与其你要做这样的事情，那还不如我来回到过去全球化的这个秩序看看。所以这时候为什么卡尼讲说中等国家要一起合作？那过去的秩序已经回不来了，我们要建立起新的平衡。那这个就是很多国家现在目前的心声，包括加拿大，包括欧洲。是来，舰长。我们看到中美脱钩的过程其实我想大家都有2个疑问：到底中美是想要一刀两断，还只是大国博弈而已？这段时间其实从川普第一任开始，也就从2015年到目前为止，2015年中美的中国输往美国的贸易份额是25%，现在只剩下7.5%。那大家都认为说这个可能达成效果。偏偏没有，为什么？因为有33%到40%的这一个外销其实并没有消失，只是经由越南跟
墨西哥转进到了美国，所以我们讲说啊，这全世界的这个供应链啊，适应性是很强的。川普呢一时好像得到了胜利，但是偏偏没有。那另外呢，我们如果讲到说现在啊，这一个美国要对于中国大陆的几项产品，例如说路由器，例如说中国联通以及中国移动的这个网络业务，以及中国电动卡车和巴士的这个开始解禁。那它解禁之后，其实伯明说了，那你不是白搞一招吗？为什么？因为当初大家为了稀土，然后跟这个中国大陆产生这么大的冲突，结果你现在的问题出在了电信基础建设，以及资料中心，以及 AI 电动车等，那等于最后只是从上游回到下游而已。那至于石墨的这个加征关税，我们表面看起来是如此啊，那但是呢，如果对于这个石墨本身啊，它本来那个的关税啊，从反倾销税到反补贴税达到了700%，那这是我们大家比较少知道的。那现在呢，它把它降到了93.5%的反倾销税，以及反补贴税的67%，所以加起来是多少？160.5%，所以降低了非常多啊。那也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一些，其实川普本身都是为了想要透过这一些赢得中国大陆的一个好评，让他能够到了中国大陆之后，然后再进行谈判。那谈判呢？那现在又有一种说法，他没有要带这些大企业，没有要带什么波音啊，没有要带 GE 啊这种大公司的老板去，那他到底要带什么去？难道是带台湾去吗？那这也就是大家心里头最深层的疑问之一啊。那其实美国这么长以来啊，他对于那个中国大陆的这么多的改革啊，其实他很多时候最后走回了回头路。为什么？第一个，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这个他想要封锁中国大陆的一个晶片发展，结果他最后开放了英业达 H200的这个晶片，那不就是回到原点吗？所以川普只是赢了一时而已，但是中国才是赢得了长远的一个博弈。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中国跟日本的关系紧张呢，这是发生在海上，日本扣押了中国渔船，并且逮捕了这一艘渔船上面的船长，这是3年来第一次哦。那时间是发生在昨天啊。一艘渔船中国籍的，它涉嫌在长崎县外海的专属经济区，讲的是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哦，说是无视停船命令，所以被扣押了哦。那这个船长被捕了，他被指控试图逃避日方执法人员的登船检查。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下午有说话，他说希望日方严格遵守中日渔业协定，公正执法。那我们看到呢，这个高市早苗首相他获得了这个大胜利之后其实中国大陆的媒体也都在做一些评论跟关注，包括玉渊谈天就说了，日本正在迈出危险3步，第一步是实的层面就是像是安保3文件有没有可能越来越接近？另外是民的层面，通过修宪寻求军事扩张合法化。第3是核野心担心日本变成一个永和的国家。中国大陆是非常的这个注意这件事情的后续的发展。而我们看到，包括中国的航母辽宁号也现身在日本附近的海域那我们看到这一篇报道，其实某种程度也描述了日本的这些军官们他们的心理状态。包括您看到这个内文是说，田中博上校早上喝咖啡的时候喝到一半，警报来了，告诉他这件事情。他服役海军23年，读着手机上的消息，手还是微微的颤抖。辽宁号正在冲绳以南的海域航行。他的女儿因为应该就在基地附近的宿舍嘛，准备上学，完全不知道父亲的世界已经瞬间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这是一个很这个情绪化的一个描述，大概这个也描述当地包括日本军官的一个心理状态。所以中日真的有在外交上面更进一步扩大到军事上面的紧张吗？我们来看看这个消息。日本说它无偿提供菲律宾5G沿海的雷达，
价值大概是6亿日元哦。那不知道这些雷达会分布在哪里，布置在哪里？可是至少有部分会放在吕宋岛的北部。那当然日本、美国、菲律宾同盟这个是在对抗中国大陆这样子的一个态势是非常明显的。解放军也不断的展示他的实力，他在南部战区，在南海开展实战化全训考核，并且在南海附近的这些像是永暑礁上面做了一些布置，网络空间部队亮相了。分析指出，反映南海的电磁权争夺战升温。包括您看到的我说的在南海这个地方本来就很紧张包括增设新的雷达站、天线阵列等等，这是来自于无线新闻的报道。而卫星的影像说是现在中国大陆第一艘的095型核动力潜舰核动力攻击潜舰在葫芦岛造船厂现身你看到这样就是一个卫星的一个影像有人拍到像这样子的画面，说去推估它的潜航排水量大概有9000到10000吨级。X 型的尾舵通常可以提供更好的操控性，还有稳定度，还有有助于降低这个噪音所以如果这个核动力的攻击潜舰如果真的这个问世了，那当然军事迷啦，全世界很多人都在这个看着那美国呢？美国当然现在还是全世界军事上面大家都公认是第1名的，可是最近还有很多的意外发生，包括2艘军舰在海上加油的时候，怎么会发生碰撞？结果舰上2个人轻伤。那另外呢，美军舰相撞，船员第一时间有掏出手机来录影所以说是有看到有这样子撞击的状况那也有人说我们现在很紧急所以外界也批评说，现在美军的训练怪怪的，你发生撞击，你应该去处理怎么第一时间你是拿出手机录影？这个非常符合现代啦现代的年轻人。现代大家用这个手机还有用各种 social media 的习惯第一时间发生事情呢，先来录影存证，而不是去做处置。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乌龙美国误击派对气球，导致整个空域关闭。这是美国边境保护局因为没有跟联邦航空管理局协调所以他们以为我们看到在机场附近的这个雷射技术这个测试的时候，以为这个空中的这个气球可能是什么样的气球，他就把它给击落结果它是派对气球，可能是附近居民在开 party 用的气球所以整个航班整个航站的空域都受到了影响。我们再来看看在联合国，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东的情势一直紧张嘛，胡塞组织在那个地方也会攻击进行来往的船只我们看到美国其实意有所指的说，中国大陆你要好好的管理你们的各种的武器我们看到傅聪他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他有一番回应，我们来听听看。中国在军品出口方面一向采取谨慎、负责任的态度，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同时，中国企业有权按照世贸规则和市场原则，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我对美方代表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含沙射影，对中方进行无理指责表示遗憾和反对。赖老师，我们看日本在这个海域也扣押了我们台湾的1艘渔船，还有韩国的1艘渔船。但是中国大陆不承认这个海域是属于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因为是有重叠那因为2个地方太近，那一般来讲经济海域就是200海里，可是它是在165海里，所以有重叠的地方。那大陆认为这个是有争议的海域，所以日本是在有争议的海域里面扣押。过去日本扣押中国大陆的渔船的时候，我们有看过前例，最后都是完全放回去，也不敢去送到法院，也不敢扣押渔获，也不敢扣押渔船。那么人也不会送到法院。现在就看这个高市早苗怎么处理这个。高市早苗如果把渔获、把渔具、把那些船都扣押不还的话，那我觉得他会面临中国大陆也会在相关的海域去制裁所以我觉得日本自己本身的渔民自己也要想清楚，高市早苗自己要特别想清楚，你今天刚上任你就干了这件事，这个事就很明显的是挑衅。
而且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军国主义的一种扩张的一个情况，因为它就是一个军国主义嘛。那因此，我觉得预言谈天在这个时候已经放出警告了，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大陆已经不再只是一个邻居，而是一个恶邻，一个曾经侵略过中国的一个军国主义者的复辟的幽灵已经重新出现了。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恶邻，那对大陆来讲，未来不会让战场发生在中国大陆，战场只会发生在日本。我觉得日本自己要想清楚。那因此，我们看到目前来讲，在亚洲这个地区，我们大概可以做一个基本的初步推论。美国操控日本，想用日本进行一场跟中国大陆的代理人战争。日本目前一直在帮助操控菲律宾，不管给船，你看日本都是无偿的哦，给菲律宾船，给菲律宾雷达，它的目的就是希望去操控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那么跟中国大陆爆发冲突，进行一场这个代理人的战争。所以等于是美国在利用日本，日本在利用菲律宾。现在的情况是看哪一个蠢，也就是说，菲律宾如果蠢，那就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直接对撞。以一般来说的话，以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到小马可仕再怎么样的糊涂，我们不管他在吸什么样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了哈。但是至少杜特地一直指控他有吸不应该吸的东西，但是他不管再怎么迷糊，我们发现他都是会到的那个某一个点，他就又往后退了。这个代表什么？他没有笨到说愿意被利用当成一个代理人战争。我们也看到日本到今天为止也是一样也就是说，当未来您可以看到了中国大陆的辽宁号，它以后都会在，或是山东舰会在日本的全岛进行实兵实弹的演练了，这已经会成为一个常态。我觉得现状一旦日本的军国主义者要改变，那现状就再也回不去了。是请教舰长。有关于海上加油的部分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操演。为什么呢？它就好像我们开一部小客车在大卡车旁边，那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好像要往大卡车那边吸？对，那个就是白努力那个效应的结果。其实我们在双舰科目进行加油的时候，哪怕是接近1万吨的这个伯克级驱逐舰，它在接近这个2、3万吨的补给舰的时候，一样也是这个状况。那其实我这有比较清楚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时间呢，其实它的航向就已经走偏了，那甚至直接撞上。我们看到撞上这个船呢，几乎倾斜了将近30度。但是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影片我们可以听到它拉3短，也就是它立刻倒车。那它倒车的时候呢，那就表示说它的车舵的效应都很正常，那就代表它的舵手或者是它的当初下的舵令有问题那这个是只可以检讨的问题还好只有2个人的轻伤而已。那至于说呢，对于美国来讲，真正的重伤也就是中国大陆完成了095这一个攻击核潜舰的一个研发。这种潜舰其实在2023年的8月，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就已经推出这个相关的论文了。我们看到的是这一艘船那也就是这个095型那他们讲说全长110到115公尺，然后就它的宽比以前093B 要来的宽，就是12到13公尺。可是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真正的问题它已经不像093了。为什么？因为它可以直接的使用这个垂直发射系统发射这个有关于反舰飞弹以及陆攻的一个飞弹。那这一个部分呢，其实是美国比较在意的。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呢，也就是它其实看来看去没有看到升降舵。那没有看到升降舵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现在潜舰的发展，其实很多得力于Kilo 级潜舰。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Kilo 级潜舰这个 Kilo 级潜舰，这个就好像我们台湾的春巡一样，那他们叫做春走基层。那这个 Kilo 级潜舰在靠港的这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它并没有把它的升降舵升出来，但是在后面这个时间为了展示给观众看它就把它升出来了。那除了这个部分，大家觉得只有这个部分不，
那它还有什么样的部分呢？也就是它，尤其是它的一个吸音的部分，因为吸音的部分它就已经变成一种气垫式的一个吸音，比以前的状况好得多。那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最为清楚的一张卫星照片啊，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有帆罩。后面呢是垂直发射系统，而且它是 X 型的尾舵。那我们台湾讲了半天 X 型尾舵呢，但是我们一直下不了水，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进行深水的一个测试啊。那我们之前在去年的93阅兵的时候，我们看到鹰击17，那这个可能就是它垂直发射的飞弹。那我们另外看到一个超音速燃烧的一个反舰飞弹，这个部分它应该是从533的鱼雷管发射的，所以我们这样讲，对于美国来讲，这个才是真正最在意的部分。请教洪庭。我觉得日本在高市早苗政权现在大胜之后，原本我以为就是他不太会再往前再多走一步，因为我们过去讲就是说高市有可能去改变所谓的这个非核三原则里面的不应尽。然后呢，甚至要去调整所谓的这个宪法第9条。那我认为就是说，在政治上来讲，做这些事情对他目前没有太大的利益。唯一的可能性，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谈的这几个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现在很明显的，就是我的国家战略很清楚，就是我要去做美国的强大的战略伙伴。而对美国来讲，日本的价值是什么？就是它的高制造能力。也就是说，大家在讲说美国的工厂啊，其实它因为成本啦，因为原物料啦，因为人力啦，然后也没有亚洲人这么勤劳啊，所以它的制造力很弱。那中国的制造力很强，那唯一能够跟中国来媲美的这个制造力跟速度相对能够稍微有一点，还可以有一点竞争能力，那大概就是日本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2次大战的时候，日本的航空母舰造到像中途岛战役这样子，大家可以看到说，哎呦，它的制造能力其实蛮强的。所以日本也很巧妙的运用这一点，就是好，那我就先来做你东亚的这个整个第一岛链的所谓的这个提供武器跟设备的战略伙伴。那所以那我可以提供给谁？我就提供给菲律宾。那他现在做这几个部分，那如果扣押这件事情，我倒觉得比较有可能是因为因应所谓的高市要准备去见川普了。因为对日本来讲，其实他最担心什么？他最担心的人其实还不是中国，我认为他最担心的是川普。就我看不懂川普要做什么，而川普这个人跟习近平如果单独见面，如果谈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那我不就惨了吗？就像泽伦斯基在看所谓的普丁跟川普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所以日本现在做这件事情，我倒认为就是说，某种程度上他可以借由区域的紧张关系来跟美国来谈，就是说我可以当你们在谈判之前的筹码，那这就是我要去见你的最大原因。那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的话，我认为日本很有可能会在他去见川普的时候，高市也很有可能去提一个东西，就是必要的时候我要跟你核共享。核共享其实就是核运进的前奏。那用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去触碰这个敏感神经，然后也证明自己的战略价值。可是这一件事情其实对所谓的这个中日关系来讲，算是蛮危险的一步棋。因为如果双方走到了所谓的这个敌意螺旋的时候，从所谓的核共享一路走到核运进，核运进完以后，那双方一定会有更多的这个动作。那这个冲突动作接下来就是改宪法第9条。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东亚的这个整个状况跟战略情势就会变得非常危险。所以其实我认为他高市在走一个玩火的钢索。那这个钢索的这个危险程度不亚于美国现在美债跟所谓的关税战的这个经济程度，所以地缘政治也是风险，经济也是风险。真的是蛮危险的，要真的非常谨慎小心的去做。不过我们来看看《纽约时报》现在观察出美国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有一种文化现象，大概都在年轻人之间发酵。喝热水、逛亚超，这些美国人为何想当中国人啊？热水，因为美国人大家都喝冰水，只有亚洲人像尤其台湾人很喜欢喝温水或热水。亚洲超市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风潮。你看，还有这种亚洲蹲这样蹲在地上啊，还有各种的这个吃泡面或在室内穿拖鞋啊，因为他们也比较少穿拖鞋所以你看到在 TikTok 还有 IG 上面有些用户就很自豪说，我现在精神状态太像中国了那有人就会说，你遇到我的时候，这是我人生一个非常中国的阶段那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是这样讲的，这一些人对美国的政治现况非常失望所以有一种类似高级酸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现象。
不过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分析里头有这样讲，他说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在经济还有军事力量之外，希望可以打造软实力，可是外界对他的威权政治还有顾虑哦。可是现在这个局面已经在悄悄的改变了，包括中国大陆有一些产品是受到全世界欢迎的，像是拉布布还有电玩游戏啊、黑神话、悟空，像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现象，其实不只是台湾人有注意到，欧洲、美国其实很多人也很喜欢。那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因为它扩大免签旅行你可以来我这里，然后不用签证，所以中国大陆有很多的游客是从西方来的，从美国来，从世界各地来的那现在呢，重庆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城市你看到像我刚刚讲那个成为中国人甚至在维基百科上面还有他自己的一个项目就说怎么样变成中国人，就是他有特别讲我刚刚说的，这是一种现象。然后呢，有很多人就说我在我生命里面，我现在正在做中国人在 social media 上面非常的流行那当然，这个现象的形成一定有它的这个各种的因素聚成，才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嘛我们看到美国网友现在说中国是精灵族，为什么？包括什么中国智慧语录，因为我们有很多成语可能过去这美国人、西方人他不知道有一些，当我知道法国人或者欧洲人有一些研究，可是美国相对他们可能比较陌生。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像我们经常也会讲一颗鸡蛋网络流行语一颗鸡蛋，你从外面打开来它是食物，不管是白煮蛋或荷包蛋。可是如果这颗蛋从里面打开，那就是新生，那就是小鸡就钻出来了那这些美国人听了，网友觉得太有意思了，太厉害了所以一时之间，美国人先流行读中国谚语，学中国智慧，像这样的风潮那包括我们看到我刚刚提到的城市重庆，过去这个西方人或者外国人到中国大陆，可能去上海啦，去北京啦，那现在外国人封重庆像是世界上最长最高的80层楼高的，像这样的魔幻重庆神女大扶梯试营运包括您看到的火锅你现在看到画面就是这个80层楼高的这个魔幻重庆神女大扶梯试运行，很多人都去搭乘。那如果说你可以想象，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到重庆去，你要吃什么？麻辣火锅。麻辣火锅的这个排场也让一些西方人啧啧称奇。你看到光是这个画面，所以他们就把它拍下来，在 social media 上面，在 IG 在 Facebook 在 TikTok 上面拍一些短影音，还有包括像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如果有人去过，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像是这个火车其实它不是火车，它其实就是像我们的捷运一样从这个大楼，这个是居民的大楼，这样穿出来，像是过山洞一样包括您看到美国有部落客这位女士，她在重庆体验8D 魔幻的城市她说你以为的平地其实是天台，楼和楼之间靠天桥来连接。总之，因为重庆它的地形的关系，所以它的确是非常魔幻那现在呢，超越上海，重庆已经跃居中国大陆消费第一城就是它的消费力也非常的惊人，已经打败了上海。那也很多大厂也抢进重庆投资，包括宁德时代在这边有非常大的动作。今年1月14号，宁德时代长安电动车电池计划正式签约，然后在这个地方也做了一些非常多的发展。老师，我觉得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市，它发展的越快越现代化那它本身的吸引力就越来越强嘛。那所以，例如说我们以前在台湾，其实我觉得外来语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像我们最早我刚出生的时候，后来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我们很多外来语是日文就是被日本殖民的那段时间，很多台湾人认为日本人是比较高的比较高大上的，比较高级的，所以用了很多日本的外来语。后来我们看到了，当我们越来越我到中学的时候，我们的外来语越来越多都是英文也就是说英文是越来越是我们的外来语，那就是因为我们认为美国超过日本，那成为高大上。那现在很多的外国人、西方人，他们到了中国大陆，因为免签，他们都去了以后发现他们的国家变得落后了。像尤其我们在欧洲，我们感受最明显。欧洲，如果你在法国，或是你在英国，或者你到了大陆去了以后，你再回去欧洲，你会发现你简直生活在一个野蛮原始人时代。就是说，大陆已经一个手机已经是走遍天下，然后什么事
都很方便的时候，当你回去的时候，你发现你还在数钞票，还在刷信用卡，还要被扣5%的那个手续费等等的，然后你会发现动作那么慢，然后速度那么慢，然后这种选择性不多，慢慢的就会感觉到说，哎呦，这个大陆的魔幻的吸引力就越来越强。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安全，在美国的夜间是不是很安全的？其实我去年到了法国去的时候，我也发觉巴黎的晚上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安全。以前我们到晚上11、2点、1、2点在巴黎街上走的时候，其实没有问题。现在已经感受到有压力，就是说你的生物感觉会觉得奇怪的人越来越多了。那这代表什么？不安全的。可是你到大陆或是到我们台湾，你看你在台湾，你半夜1、2点走，其实还是安全。那你到亚洲的大部分的国家啊，你会发现，不管大陆、台湾啊，或者是你说你到日本，或者你会发现安全。安全对西方人来讲变成是一个苛求啊，因为在他们的国家里面都不存在夜间生活是安全的，而在亚洲夜间生活竟然是安全的，有另外一个夜间的经济在里面。重庆我去了2次，坦白说，它真的是一个魔幻的城市，太特殊了啊！这个也是我们当时抗战的陪都嘛，很重要的一个，而且它保留了很多抗战的这个遗址，例如说它当时挖了很多山洞，现在山洞很多都是火锅店啊，都保留下来，而且当时的这个中枢，也就是我们抗战的领导中枢蒋介石这个我们的老总统住的地方，他们都保留下来。我觉得还有就是他们是因地而建的建筑物，还有更重要的地方是它的交通建设太特殊了。真的是欢迎同学们，我们不是同学们，观众朋友们，赖老师上升，上升了到成都到重庆去走一走，真的，而且东西实在是，它的火锅太好吃。重庆我是还没去过，一定要去，下次有太机会漂亮了。去一下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洪庭怎么看美国现在的最新现象？我这2个部分来看，第一个就是说，社群软体在美国它现在越来越发达了。那第二个就是说，美国人现在对中国的一些东西，他有兴趣，或者是他非常喜欢，他有这样的一个热潮，其实源自于2个部分。我觉得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是我针对中国的制造能力的肯定，因为大家讲到中国，就说它可以做很多东西，而且都很便宜啊。我前天还看到他们就网络上还有什么。有 YouTube 在说我在拼多多上买东西，看能不能建成一个家啦，或者是真的、对，就全部都用 Made in China 的东西，然后跟大家来比较那 cost 多少钱嘛，就有些人会办这种游戏啦，就有些 YouTuber 会来做这种。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动？为什么会有这种比价格的反动？其实就源自于我们刚刚所提到嘛，美国现在在打了关税战以后，大部分的一般的比较辛苦的民众，他们发现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贵了，对，然后呢，我的小费。我连出去吃一餐我都很辛苦，然后这个国家有20% 的人口在用食物券过活，那基本上就等于就有点小共产主义了。其实，对吧？或者是我们当初讲杨安泽讲的那个 UBI 啦，就是那个每个人都有基本收入。然后呢，这个国家大部分的人都在动用循环利息，有70%以上的人在用信用卡循环利率，所以川普自己都讲了，就是说我想要把信用卡的循环利率降到10%。那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对所谓便宜的东西跟便宜的消费的向往。是。那当你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再回过头来看，就是说欧洲人在看欧洲人、美国人他们在看 China 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在广告的时间去谈的，他的饭店现在全世界有2个地方，我觉得是最那个，它过去因为过度开发，一个就是中国，一个就是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这2个地方的饭店都非常非常的便宜。那因为沙烏地阿拉伯也便宜吗？是它过度投资嘛， 所以它的饭店的价格就变得非常便宜。所以大部分人就说，那如果它的治安 OK， 那我就愿意去。所以包括治安，包括这些地方，那我倒认为就是说，中国现在其实它应该自己要看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自从全球化之后，中国走出了全世界，但全世界没有走进中国。最大的理由是它的消费，它的消费是它自己的 system， 它不是用信用卡的这些模式的。那他如果适度的开放这些事情，那让其他的国家进去看他的这个状况，第一对他自己的经济是有帮助的，第二也对大家了解中国可能是一个方式。那这个部分其实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做，可能因为他觉得说，我也不想要让太多外国人进去。可是其实如果这样的部分慢慢开始开放起来的时候，我认为西方会有一个热潮，因为我对效率、对经济、跟对便宜、跟对 CP 值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个还是大多数民众的希望的奢求。这是人性啊！是啊，这是人性。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舰长。其实啊，本来中国对于外国人来讲就是个谜。那我们想一想啊，当我们看到这个高年级实习生的这部电影啊，劳勃·迪尼洛他只要想休息的时候，他都在干嘛？他都在打太极拳呐。那虽然他打的那个姿势并不正确啦，但是这也是。但不要忘了哦，前段时间才刚刚访问中国的这个英国首相施凯尔。他带着所有的参访的人拿筷子，那也就是说，其实我变成一个中国人，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世界的迷因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从喝热水啊、穿拖鞋、打太极拳，通通都是如此啊。那其实呢，这些对身体有没有好处，还真的有。例如说喝热水，然后中国大陆还有另外一个更神奇的，他们是泡水果茶哦。那他们泡水果茶，其实也就不用喝这些碳酸饮料了。那对身体其实是好的。然后另外那个，也就是当